各位同学，在这个 part 我们要介绍类比讯号转数位信号这部分的转换，以及如何来做量化基本概念的介绍，也会介绍说我们在做量化过程，我们是否我们会引进的一些杂讯，因为量化的时候会有量化误差，所以这部分我们会定量的分析，说我们在做类比与数位转换的时候，我们这样引进的杂讯会对系统造成多大的影响，也会在我们这个 part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我们来看下去吧。好，这张投影片我们看到类比数位转换部分，也就是说我们从图上看到说我们一个类比数位转换器的部分，所以第一个 block 是讲取样器，第二个是接下来透过量化器，好把这个讯号做量化，接下来做一个编码器，就是说把我们量化结果透过编码编成0101的方式。好，所以一开始进来是类比信号，接下来取样完之后变成离散信号，时间离散，接下来变成数值量化，也就是说数值上离散，最后透过编码器得到数位信号。那我们来看我们这个取样的部分，我们这边主要是有两个阶段，一个是取样，一个是保持。好，取样保持。那取样部分就是说我们的电路会追踪我们的信号目前的位置，然后保持是怎么样？是把一旦追踪完之后，好，取样完之后，进入保持的阶段会把信号hold在某一个电压值，为了让后面的电路可以去转换成数位讯号。如果你前端的取样部分信号电压一直变来变去，后端的电路就不知道它到底是要转换哪一个电压。好，所以它的阶段就是取样保持，取样保持来做一个数位好类比数位这样的转换。那我们来看，最后如果我们数位信号处理完之后，要把数位讯号转成类比。那我们在这过程中，我们必须把原本的取样点好来做一个内插，或做一个很简单的方式。例如说，我们看到图上这些取样点，我们做一阶内插，就是把两个取样点连线连起来。好，做到这样就可以把一个离散讯号表示成一个类比的一个讯号，这样。然后接下来介绍量化。我们知道说量化是在数值上量化。那我们知道一个信号它的最大的值假是叫 S-max， 那最小值叫 S-min， 那中间它总共有L 个量化的 level， 也就是说它中间有 L 减1的间隔，所以它每个间隔之间的电压的宽度就是 delta。好，那所以我们就看到 S-max 减到 S-min 就是动态范围，那 L 减1就是它的量化阶数。好，那我们这边 delta 就是它的就是量化的步阶嘛。好，那量化误差的话，也就是说我们信号经过量化之后，会得到一个新的结果。那新的结果跟原本信号它中间有一个差值，就叫量化误差。也就是说，我的 SQ 减掉 S 就是我们的量化误差。那我们知道 SQ 减掉 SN， 它基本上量化误差一定会介于-2/2 delta 与2/2 delta 之间。好，那从这图上看到是说，我们知道说这 delta 就是量化步阶的大小，所以不管你信号在哪个位置，它经过量化之后，它跟原本的信号它的误差一定会介于我们刚才讲的量化步阶刚才误差的范围内。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个我们的信号量化杂讯比。那这个值也就是让我们来评估说，到底你在量化过程中会引进多少个杂讯。好，所以杂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量化误差的杂讯。那我们知道说 SQNR 的这样的定义是把我们信号的 power 除上我们的量化误差的 power。好，那首先我们来计算我们的量化误差的 power。那这边量化误差的 power 就是把这个信号的误差，这个量化误差 EQ 好平方积分起来。那这边我们看到我们是用负涛到涛。好，然后这边我们假设我们信号是在负涛到涛的时间内，好，经过一个量化，经过一个 delta 这样的一个信号涵盖一个 delta 的范围，所以它基本上它的 power 就是把它能量平方对负涛到涛积分，再除上2涛的时间，就是它的 power。好，经过这样的计算，我们最后得到 delta 平方除上12。那这边各位有个问题是说，那我们的 EQ of t 是什么呢？好，那我们来看这边 EQ of t 就是我们 delta 除上2涛乘上 t。为什么呢？我们这边来看一个图，也就是说，我们这样假设是说，我们在很短时间内，我们的信号在2涛时间内跨越一个 delta 的一个电压。好，所以从图上看到说，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负涛到涛，我们可以假设信号是怎么样？是线性的。在负涛到涛这很短时间内，信号是线性的，而且它经过一个 delta 的一个电压范围。好，所以就可以所以经过一个 delta 电压的范围，也就是说它的 EQ 我们可以换算，就是从-2/2 delta 到
delta 之间，好，所以就可以表示成上面那个式子 EQ of t 就可以表示成一个线性的一个式子，然后就可以做积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假设我们这个信号是一个正弦讯号，它的振幅是2a， 从正到负是2a。假设我们用 B 个位元的类比数位转换器来转换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说，我们这东西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刚才知道说，我们 delta 是因为总共是动态范围是2a 嘛，然后 B 个 bit 代表是它有2的 b 次方这样的情况，所以得2a 除上2的 b 次方，就代表它每一个 delta 的 size。好，所以把这 delta 这个2a 除上2的 b 次方带到前面的 PQ 里面，就可以知道说我们 PQ 是这个式子。好，接下来我们来算 PS， 就是讯号本身的 power。那我们假设信号是一个正弦讯号，我们可以用 a cosine omega 0t 好，那平方就是它的能量，再积分，好，对 TP 对一个周期积分，再除上一个周期时间，得到 power。这计算出来它是 a 平方除上2。好，然后我们就可以来算 SQNR。SQNR 是 PS 除上 QS， 也就是说我们的3/2的2b 次方。好，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式子，我们最后用我们的这个 SQNR 的这个公式，就是我们换算成 dB， 好，就10 log 10 SQNR 来算。也就是说我们最后 SQNR 是 1.76 加上 6.02B， 这边 B 代表是 bit 数，就是我们的类比数位转换器的位元数。好，最后结论说，如果我们每增加一个 bit 数，也就是说我们会多 6.02 dB 的什么 SQNR， 所以我们会根据我们系统的规格来决定说，我们系统要求的 SQNR 是多少，来决定我们要用多少个类比数位转换器的位元数。因为我们就看到结论是说，我们已经分析出来，每多一个 bit 是多 6.02 dB。各位同学，在这个 part 我们介绍了我们的 SQNR， 那 SQNR 提供了我们一个分析系统它本身信号以及它量化误差本身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在类比转数位转换器，我们每多一个 bit， 我们可以增加 6.02 dB 这样的 SQNR 的值。好，所以会根据我们系统的设计，我们取决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bit 数的类比转数位处理器。所以因为我们知道类比转数位处理器它需要钱嘛，所以基本上你也不可能用一个比较高的 bit 设计来设计你的系统，因为它花比较多钱。那最好的设计方式怎么样？根据系统的规格，我们来选择一个最好的一个 bit 数的一个转换器。好，那下个单元我们会介绍我们的信号的运算。那至于内容是哪些运算呢？我们待会会介绍。